大家最近有看到那个 GQ 或者是Esquire 君子杂志吗？有吗？隋唐最新的，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不用找，但是接下来那个可以看一下。对，这个是我们跟隋唐合作的一个这个稿子这样子，然后拍得非常美。大家可以有空可以买一下这样子。对，对，好。然后今天很开心大家能够来这个参加这个场子，然后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就是做一个比较更深入一点的介绍。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已经有买了的举手好吗 ？OK， 好，谢谢，非常感谢。因为职业病的关系，所以平常走在街上或者是就是做捷运的时候，就是会看大家用什么手机这样，然后有看到自己做的产品就会很开心。因为之前可能有一些大家有参加过我们别的场子的活动，像因为我有做很多一系列的产品，然后之前580也是我做的，对，所以就是现在看到说，这个那天就看到在微风广看到有一个这个贵妇拿一个172金色。就觉得有品味，在从天平底下看，172金色很在，对，所以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在捷运上面还蛮常看到目前为止还蛮常看到人家用580，我还看到蛮多客人在用580。那当然看到像比如说像17啊，或者是说目前N8的话也看到很多。那目前最大的市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Lumia 800跟700都出现。70，那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行动电话产品真的是非常多。那个现在产品生命周期又很短嘛，就是常常是3个月，就是某厂商又出一个什么作业系统的某一个新款这样子。OK，3个月可能就一款。那我觉得在使用上面，其实大家我觉得刚才 Otis 有提到一个很感谢刚才 Otis 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使用上面，或者说在看产品的时候，难免会带着一种从硬体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站在一个从就是 Nokia 的 DM 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的通常都是一个我们透过这个产品，我可以带给消费者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整体的使用体验。这个使用体验包括了硬体本身、软体，然后就是所谓平台，包括 Apps， 还有包括其实是配件。好，就是说我们希望的给消费者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行动生活的体验，而不是说只卖给消费者一个有几个核、有memory 有多大，或者 camera 画素有多高的一个产品。对，这是我们在平常每天的工作里面，我们都会问自己的，就是说，透过这样子一个产品，我希望让消费者拿到手上的时候，除了手机本身以外，我还可以给消费者什么东西？对，那这一次我想大家的焦点都会放在就是很放在这个 Lumia 800上面。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70，这是我这3天的 daily phone， 就是每天使用的手机。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说我们每天要测试嘛，所以我们可能常常会换手机。那我这3天正好在用70。那首先我想跟各位 share 一下，就是说，我想因为01的大门通常都是就是非常专业这样子，然后就是一个产品就抽丝剥茧，然后看分析。那以800来讲，其实每一个产品在 Nokia 其实它都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我们叫 target segment， 就是说它一个特定的目标族群。那所以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产品它出来所有人都会买。好，这个是在我们做产品设计跟我们要做产品沟通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不可能出一个产品所有人都会来买。好，那第二个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会知道说从产品的编号产品编号上面，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产品它大概的价格跟功能带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说70的话，它相对来讲就会比800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功能上面稍微少一点。好，那大家知道说我们 Nokia 产品，这题可以考。好，
我就先来谈。好，大家知道说 Nokia 的产品编号啊，最高是到多少？1、2、3。那位小姐，哪位？后面刚才穿黑色毛衣的那位小姐啊，对，围巾，对，白色围巾小姐。产品编号最高到多少？9系列。对，到9。对，产品编号最高是到9。对，谢谢。太厉害了 ，Vicky 吗 ？Vicky 姐，太。表示大家没有睡着，有在听我讲话。哦，没有，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产品编号的话是给消费者一个就是大概一个 idea， 是说，这个产品大概是什么样等级的产品，然后它的价格大概会是怎么样。好，所以的话，比如说未来如果有出9系列的话，那当然就会比这个800的话，可能就是规格上面再来的更高一点。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产品规划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那这个也是方便这个消费者做一个辨识跟记忆。那800的这个产品的话，我想目前大家大部分的焦点都放在800这个产品上面。那刚才 Otis 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产品的这个外壳上面是使用聚碳酸酯这个材质。那这个是我从Global 的这个一个 video 里面看到，就是说当初在选用这个材质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考量的。对于 Nokia 来讲的话，smartphone 不管是 smartphone 或者是 feature phone， 它都是一个 phone， 就是说你最终都是拿来打电话，打电话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所以什么东西要好，收讯品质一定要好啊。所以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面的话，使用聚碳酸酯可以让我们达到一个我们叫做 RF transparency， 也就是说它的无线电的这个收讯不会因为外壳材料而被影响到啊，这个可以让我们保持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讯品质上面，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这个产品本身它这个本体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一体成型的设计。我们其实 internal 有另外一个照片就是这个本身它在机台上面是怎么测出来的一个照片。那使用聚碳酸酯这个材质，因为它是一个高分子组合物的材质，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做出这种很细微的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我可能设计人员他可能会需要说让它有一个微微的弧度，或者是说他想要有这样子一个一体成型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你今天使用金属或者其他材质的话，你就比较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感觉。第三部分的话就是触感跟这个颜色的这个部分。那使用这个材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握感、触感上面有一个很好的触感。另外就是颜色在选择上面可以有更多更鲜艳的颜色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有推出像洋红色跟蓝色这样子的颜色。我想这个在坦白讲，在设计这个部分，我们还蛮自豪的，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桌上有一桌的手机放在那边的话，我想这个手机是绝对不让人家看到的，大家一定会第一眼就看到这个手机，这一点我们是还蛮有自信。那这是我们这一次在800上面采用聚碳酸酯这个材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讲到设计的话，其实710的话，它其实也有很多一些设计的巧思在里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造型好像是很经典的 Nokia 的一个触控器的造型，但其实讲说经典，就表示说有很多的手机都用过这样子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为什么我们在很多手机上都会用类似这样的一个设计呢？我想大家桌上应该也有710嘛，那大家拿在手上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它这个握感特别的好握。为什么它很好握？我们在设计一个行动电话，不管是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一个一般的 feature phone 的话，单手的操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基本条件。好，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如果你看到有人这样子在用手机，那大概不是我们家客人。好，那我们家客人通常都是这样用手机。OK， 那如果说单手的使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的话，在外形的设计上面，我们就会希望说，让它单手的操作的稳定度要好，还有就是它同时要能够有很好的一个灵活度，让它来操作。所
所以在70的这个外形设计的话，如果你把它拿到侧边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说它的这个两侧的话，它有做一个切角的一个设计。好，有一些产品有一些 competitor 产品为了造型上面的美观，它可能就是直接切直角下来。那切直角下来的话，你在握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握感上面的话，第一个可能是它稳定度，或者是说那个手指的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异物的感觉，因为直角切下来的话，棱角会比较锐一点。OK，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切一个斜角，所以这个斜角的话，其实贴合你手指握持的这个角度。另外的话，就是在右下角的这个下缘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俗称叫下巴哈，就是手机下巴的这个部分。那这边的话，我们也是有做一个圆角的设计，所以它会很贴合我在大拇指尾端的这个部分的手掌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稳定度。这是这个产品在设计上面的一些想法。那当然背盖的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一次的话，在这个颜色在这个产品的颜色上面，我们也是走多彩的这个诉求。所以这是71的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想法。那这个产品的话，我们是走比较年轻的风格，所以它有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发现，就是说它其实有吊饰孔，它其实是有吊饰孔。好，所以在两个产品的在设计上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出发。那800的话，它走的是比较简约、比较北欧simple is beautiful 的这个角度来做一些。那70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实用，再加上这个年轻的元素在里面，就是两个产品在设计上面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考虑。大家桌上都有手机，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如我们 Lawrence 说那个触感啊，上面设计啊都有这个巧思。然后接下来我想要讲的是这一次的这个颜色的这个事情。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说，我们今天下午其实有2场活动，那我2场讲的内容不太一样，这个问现场工作人员都知道，对，我2场讲的内容不太一样。对，那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这个颜色。好，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采用这个颜色？有一些跟我们就是有来参加过 Nokia 其他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大大们可能知道，因为我在别的场子我们有提到过，就是说 Nokia 在颜色的这个选用上面的话，我们是跟一个色彩的一个趋势的市场调查公司来做合作。这样子一个单位呢，它通常是跟 fashion industry 就是时尚产业的这些公司来做合作。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它可能会出一个报告，说未来18到24个月，消费性市场在不同的 category 它会流行什么颜色。比如说，今年的服装上面的话，它会流行什么颜色？电器3C 产品的话，它会流行什么颜色？或者是汽车、机车、交通工具等等的话，它会流行什么颜色？这个是我们有特别跟这样子的一个市场趋势的预测的单位来做合作的。那这一次800跟70，我们走的就是纯色这样的一个风格，而且很明显的，我们做雾面的，讲行话叫消光，就是现在那个外面路上不是有很多车在跑吗？通常我同事跟我讲，我才知道，就是说有消光烤漆的那个车是比较贵的。这个是我同事跟我讲，我才知道，原来消光这么夯，这样。那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有跟这样子一个单位来做配合，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消费性市场在手机的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我们会流行什么颜色？那像去年的话，我记得好像紫色很流行。那今年的话，我们就是配合我们整个北欧简约的风格的设计的话，我们就是主打就是有几个颜色，黑色、洋红色，就是英文叫 magenta， 然后这个蓝色的话我们叫 cyan，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黑色跟白色。那讲到 magenta 跟 cyan 的话，如果你读的是或是从事的是相关的这个广告设计等等的这些行业的话，你可能会知道说，我们其实用的就是标准 CMYK 的沟通的一个用途啊，就
就是说我们就是走一个纯色的一个风格。